怎么说呢？如果你觉醒之后，发现自己产生了一种优越感，千万别急着把它推开。其实不管是任何负面的东西，你都别急着推，但也别去喂养它。你只要稳稳的在那儿看清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觉醒这事儿吧，其实自带一些常见的坑，我们很容易就掉进某些死胡同、漩涡，或者就在某个点上卡住了。提前了解这些陷阱真的很有用，因为它们通常都特别狡猾，会在你完全没察觉的时候悄悄地溜到你身边。你要知道，这些错觉并不是觉醒本身自带的，就像我之前聊过很多次的，大多数人其实都处在那种短暂觉醒和持久觉醒的中间地带，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，很容易会产生一些错觉，这其实是自我想要死死抓住觉醒不放，他想把觉醒带来的那种领悟，甚至那种原始的开悟能量，全给抢过来为自己服务。这些错觉最烦人的地方就在于你自己很难发现，可能你身边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了，你还觉得自己挺好的。先打个预防针，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我待会要说的所有情况。觉醒这事从来都不是线性的，不是走台阶。如果我说的内容跟你对不上号，那你完全不用往心里去，直接略过就行。觉醒之后最容易出现的错觉就是优越感，这事儿在灵修圈子里简直太普遍了。不管你有没有觉醒，人都可能被优越感困住，它可能出现在你还没醒的梦境状态里，也可能出现在你从瞥见真理到稳定觉醒的过渡期。这时候你的自我头脑很容易又跳出来横插一杠子，他开始感觉到一种个人性的优越感，觉得觉醒让自己变得比别人更牛更高明了。这种心态其实挺常见的，甚至可以说是觉醒过程中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。这种错觉里藏着一种特别固执的感觉，就是觉得我们知道某些事情，因为觉醒了，所以我懂，因为觉醒了，所以我就是对的，因为觉醒了，我永远都是对的。这时候那个一直给你编织梦境的自我可能会顺杆爬，去营造一个我所谓的开悟的自我。这个念头利用觉醒带来的能量和洞见，包装出一种全新的高人一等的自我感。我见过不少真的有过觉醒时刻的人，他们会拿自己的觉醒当挡箭牌，去逃避那些他们不想面对的事儿。有人曾对我讲，但是阿迪亚根本没有自我，也没有我，既然没我，那也就啥都不用做了。而我会反问他，是的，那你有注意到吗？有时候你表现的像个十足的傻瓜，这本事也挺惊人的吧？结果他会说，哦，也许是真的，但反正没人需要对此负责，一切都是自动发生的。如果我觉得自己得采取什么措施，那反而会让我更深的掉回梦境的幻觉里。要是有人卡在这种状态里，紧紧抓着自己的那点领悟躲在后面，别人真的很难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。当我们真正处在觉醒状态时，绝对不会拿真理当借口去逃避内在的问题，相反，我们会欢迎内在的所有东西都进入光里。一旦你发现自己拿灵性领悟当借口，对自己的无意识行为视而不见，你就该警惕了，这绝对是掉进错觉里了。就像我之前说过的，从绝对的角度看，真理确实是那样的，没有分裂的操作者，自我就是个幻象。最终来说，确实没有一个分裂的个体需要去刻意做什么，一切确实是自动发生的。但问题是，除了这个，还有更深刻的真理，而这种真理很难用嘴说清楚。佛教里有一部经典叫《心经》，上面写着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。没有出生、衰老和死亡，从绝对视角看，这确实是真的。但如果我们不能同时意识到出生、衰老和死亡是没有终结的，那我们的觉悟就不完整。如果觉悟不完整，它就太容易被自我利用，变成你逃避现实的幌子，以及为许多无名举动辩护的借口。在灵修生活里，这太常见了。自我会自言自语说，哦，我醒了，我看透了，一切都是自发的，所以我对发生的任何事都不用负责。你要是不喜欢这个事实，那我也没办法，说明你还没看透实相。这就是典型的自欺欺人，根子上还是优越感。所以我一直强调，在通往持久觉醒的路上，你最好的盟友就是深刻的诚实。有了诚实，你才能认出来，所谓的优越感其实就是傲慢的一种表现形式，是心灵利用灵性来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。说实话，作为一个老师，我发现很难让人意识到这一点。
这类错觉背后的自我结构特别顽固，跟铁桶真实的。有时候反而是那些见过实相的人最难看穿自我。你可能觉得只要见过真理，哪怕就那么1秒钟，自我也不可能再重组的这么严密。但事实偏偏不是这样，有些人有过觉醒经验后，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妄想里。教了这么多年书，我发现那些有明显优越感的人，通常特别想让别人听他说话，想让别人知道他懂得多，他们渴望别人的认同。要是别人知道他已经开悟了，那他更来劲。我甚至遇到过有人在我讲课时冲上讲台，抢走麦克风，要跟大家分享他对真理的看法。那种时候，我知道我说啥都没用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时间够长，生活会让他明白。生活最妙的地方就在于，当你的言行不符合真理时，他总会在某个时刻失灵，把你击败。最终，你还是得面对真实的自己，谁也骗不了生活。所以，咱们都得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看看自己有没有任何膨胀感，有没有看不起那些还没觉醒的人。如果你真有这种优越感，请记住这一点，真正觉醒的人是不会这么看别人的，会这么看的只有那个紧抓着觉醒不放，假装自己已经觉醒的自我。还有一点，你要知道，觉醒后产生一点优越感其实挺正常的。禅宗有个词叫沉醉在空性里，意思就是你被觉醒本身的内在能量和美妙感觉给灌醉了。如果自我结构在觉醒那一刻彻底化掉了，那当然没人会醉，但大多数情况下这并不会发生，自我的参与还在，他会欣喜若狂的赖在这种领悟里。我不是说这事有多坏，它就是会发生。有的人明显点，有的人隐蔽点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醉酒，观察它就行，你不需要害怕它，但也不要相信它，更不要把它表现在言行中，那样并不会让它离开的更快。你只需要看清它的本来面目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只是过程中的一部分，只要你足够诚实，你就会知道优越感全是假的。去觉察你脑子里在对自己说什么，是什么念头让你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。记住，是我们的头脑在迷惑我们，所有的妄想都始于头脑，所有的错觉都源于那些我们正在告诉自己并信以为真的各种想法。想要破掉这种分裂的伎俩，关键就是识破它的源头。你到底在告诉自己什么，才让你产生了那种分裂感？无论是优越感还是别的什么。耶稣当年遇到一群要砸死一个妇女的人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要是没罪的，就可以先扔第一块石头。耶稣这话是从一体的状态出发的，不管那女的犯了啥错，他都没觉得自己比她高级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。罪的意思就是没实现预定目标，谁还没点错误的念头，谁还没做过后悔的事，大家其实没啥区别。当你从空性的角度看，优越感自然就烟消云散了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优越感，最重要的就是别信它，别推开，但也别当真，你就待在关照的状态，既不相信也不排斥，它慢慢就化了。如果你非要推开它，请记住，凡是你所抗拒的都会继续存在，无论你试图推开什么，你事实上正在给它充能。讲个我自己的故事吧，这事能很好的说明隐蔽的优越感是怎么来的，又是该怎么处理。我记得25岁那年，我第一次经历了真正的灵性觉醒，那感觉太强烈了，彻底解放了我的身心。当时我只是个25岁的小伙子，突然间心里一点恐惧都没了。我知道自己是不死的，任何东西都无法伤害我，生存本能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在那次觉醒的几个月之后，我去见我的老师，那时候我每周日早上去他那儿先冥想，听他开示，再冥想，最后大家一起吃早餐。结果这一次，当我和其他学生坐在房间里时，一种优越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，真的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后来我给这种感觉起了个外号，叫优越先生。我坐在那冥想，看着周围的人，心里忍不住想，这些人啥都不懂，他们对真理一窍不通，对实相根本没概念。而我呢，我有过这种非凡的觉悟，我立刻被这种想法吓坏了，因为幸好我知道这不是真的。觉悟本身已经让我明白，优越感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梦境和妄想。但明白归明白，挡不住优越先生登场，因为我已经有过觉醒经验，我的头脑正在形成这种巨大的优越感。虽然我心里明白这在真理中是站不住脚的，但我怎么都除不掉它。刚开始，我试着提醒自己这不真实，回到心里那个没有任何优越感的地方，结果没用，
每周日去老师那冥想，这种优越感准时报到。我使出了浑身解数，我试过恨他恨得要死，我也试过爱他爱得要死，接纳他，允许他存在，希望他能因此离开我。我观察他的来源，分析他的动机。几个星期过去了，能想的招儿我都用了，完全没戏。每个星期天早上，我都会去老师那里坐下来，然后优越先生会再次浮现。最后有一天早上，我意识到我对这位优越先生完全无能为力，就好像是我被彻底击败了。我意识到我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，而什么办法都没用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这并不等于忽略，也不是视而不见，这是一种真正发自内心的觉悟。这一刻，我彻底失败了。我看到，不管我的灵性觉悟有多高，我依然会被打败。哪怕在觉醒发生之后，我心中依然会浮现某些虚假的观念，我依然无法除掉它。我就坐在那儿，允许自己被打败。冥想完后，我和大家一起去吃早餐。我注意到，当我们坐下来吃东西时，那种优越感消失了。这并不是因为我突然理解了什么，它消失的毫无理由。我意识到，面对无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无法除掉优越感这个事实，我第一次体验到了个人意志的徒劳。所以如果你在觉醒之后发现自己产生了一种优越感，别急着推开，别推开任何负面的东西，但也别喂养它，只需要看清它的本来面目，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在通往持久觉醒的路上，还有其他的陷阱。再一次的，这些坑并不是觉醒本身固有的，而是源于头脑与觉醒视野之间的关系。觉醒的视野远远超出了头脑的理解范围，而头脑的特性就是想容纳他所看到的一切。头脑是觉醒后出现这些错觉的源头，其中最常见的一个陷阱就是无意义感。根据我们对实相的全新看法，我们摆脱了自我想要寻找意义的欲望。我们看到自我想要寻找生命的意义，事实上取代了我们就是生命本身这一认识。寻找生命的意义取代了我们就是生命这一认识。只有那些已经与生命本身决裂的人才会去寻找意义，只有已经与生命决裂的人才会去寻找目的。我并不是说人们不应该寻找意义或目的，这在相对层面上是挺聪明的策略，但请记住，渴望发现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目的，这源自于梦境状态，也就是你还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。当我们有了真正的觉悟，从梦里醒过来时，就会发现寻找意义不再是恰当的行为。当我们与生命建立了直接连接，对意义与目的的追寻突然间就变得无关紧要了，它不再是生命的动力了。这种动力消失了，因为我们开始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事情。在这一视角中根本就没有意义与目的这回事，在自我看来，它们不复存在了。觉醒之后，我们看清了梦境状态的本来面目。梦境怎么会有意义和目的呢？它只是一场幻梦，不是吗？这千真万确。但正如我已经说过无数次的，觉醒之后依然存在着一个具有人类头脑的人，他正试图搞清楚自己面临的全新状况。头脑甚至试图搞清楚觉醒本身。由于自我并没有完全消失，头脑继续试图理解这些洞见。头脑会开始说，哦，天哪，我不再有任何目的或意义了。你已经看到了实相，不再相信自我的那些目标，但你身上依然残留着自我结构，想要继续寻找意义。自我的幻觉注意到意义没了，他在窥视真理，而这会让他非常迷惑。正是在这样的时刻，有些人掉进了无意义感这个陷阱里。生命似乎没有任何意义，从最负面的意义上来说，生命没有任何目的。这就好像自我是一个巨大的气球，而现在它里面所有的空气都被放掉了。你看到实相后，剩下的只是一块软绵绵的橡皮，气球还在那里。他在问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空气去哪里了？我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去哪里了？由于自我结构的残骸依然存在，一个人有时候很容易陷入无意义与无目的的负面情绪中。从觉醒的观点来看，没有意义和目的是一个极为正面的说法。之所以说它正面，是因为一个人已经找到了比意义或目的更好的东西，你已经觉悟到自己就是存在本身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和目的？但从自我的观点来看，这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如果你不注意，很可能会被困在自我的旋风中，陷入抑郁状态。多年来，我曾遇到过一些真正瞥见过实相的人，但他们的自我反应非常激烈，自我可能会因此变得郁郁寡欢，意义与目的在他的结构里崩塌了。然而还有足够多的自我坐在那里哀悼他失去的一切。
有些人可能会被这种抑郁状态困住很长一段时间。无意感的一副解药是看到我们只是从自我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真理，在自我看来，他从觉醒中捞不到任何好处。觉醒是从自我中醒过来，所以他觉得没劲。觉醒对你的真实自信有益，但它不能给自我带来任何利益。事实上，再没有什么事情比从自我的立场出发来看待真理更具毁灭性的了。你或许认为，如果自我看到真理会很美好，会沉浸在喜悦中，但情况通常不是这样的。你有可能发现另一个类似的陷阱，就是被困在空性状态中，这是被困在超然状态中，被困在观者的位置上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刚开始处在关照状态中，认识到我们不是正在关照的人，而是关照本身，会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。尽管我们确实是万事万物的观者，但也很容易因此陷入迷惑之中。自我能在任何地方安营扎寨，它有72变。如果优越感行不通，无意感或许会行得通；如果无意感行不通，那么化身为超然物外的观者或许会行得通。自我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之中，一旦它在你的某个存在层面中发生了，就会立即溜之大吉，再次出现在另一个地方。它非常精明，难以捉摸。事实上，自我的幻觉是整个大自然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一股力量。我或自我能够以观者自居，刚开始这会带来巨大的释放感，尤其是那些曾经有过痛苦经验的人，突然之间成了观者，不再入戏了，这会极大的缓解痛苦。但是观者的位置会变成一种固着，出现这种情况时，心中就会开始滋生出一种枯燥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观者看到自己与观察对象是分离的，这说明还没获得真正彻底的觉醒，更像是一个人只觉醒了一半。圣者拉玛那马哈希过去经常引用一句格言：世界是个幻觉，只有饭是真实的，世界就是饭。这3句话探讨的是觉醒的洞见。第一句，世界是个幻觉，这不是哲学理念，看到世界是个幻觉，是觉醒经验的一部分，是直截了然的事实。你会发现根本没有独立于你之外的客观世界这回事。第二句，只有饭是真实的，旨在帮助我们认出永恒的观者，世界的观者是唯一真实的存在。从这个视角出发，我们惊艳到观者比观察对象更为真实。观察对象就像是在我们面前展开的一场梦境或电影，这一视角中包含着巨大的自由，但也极有可能被卡在我是观者这个观念中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看到前2句话是真的，但如果没有第3句话，世界就是饭，我们就不会拥有真正的空性觉悟。在世界就是饭这句话里，我们觉悟到了真正的一体性。这句话瓦解了外在观者的位置，观者的位置瓦解了，融入了整体之中。突然间，我们不再是从外面观察事物了，观察同时发生在每个方位上，里里外外，上下左右。我们同时观察所有地方的每一样事物，因为观察对象就是观者。除非我们觉悟到这一点，否则就会被困在观者的位置上，被困在超然的空性中。我记得有一位女士和我分享她的觉醒经验，她第一次来见我时，把她看到的一切告诉了我。她正在寻找可以交流的人，不一定是老师，因为她当时已经不需要接受教导了，她只需要有人能听懂并能用同样的眼光看事情。我们一起在房间里交谈，她向我描述发生在她身上的状况。由于这种发现真实自信的喜悦，热泪止不住地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。我对她说，这一切非常美好，但不要被困在不灭之境中。我的意思是，不要被困在超然状态中。超然状态是真的，也美妙，但不要被困在那里。事实上，我们不应该被困在任何地方，不需要紧抓着任何观点不放。真正的觉醒就是放下所有的执着，放下所有的观点。这种状态是难以言表的。在此之前，我们总是能用概念描述事理。作为老师，我可以解释觉醒的某些方面，就像是开悟之钻上的某些切面。我可以谈论切面和角度，但你怎么谈论整颗钻石呢？答案是你不能。正如老子说的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能被说出来的真理，就不是真正的真理。这便是为什么我总是说我的教学目标是失败，也就是尽最大的能力去失败，试图描述不可言说的真理，从一开始就知道注定会失败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从真理之境出发谈论事情，
希望听众能从同样的地方出发来聆听。那个地方不属于我一个人，那是我们真实自信的一部分，是了悟之境。真理不是某个人的私有财产，没人拥有全部真理，也没人比别人更多。虽然有些人觉悟的深一些，但真理不属于任何人。觉醒的旅程就是忆起我们的真实自信，忆起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的真相。觉醒之旅上的这些固着点，无论是优越感、无意感，还是被困在观者的位置上，不过是自我迷失在领悟中的少数几种表现形式而已。在实际经验中，这种情况一直都在发生，它们也是觉醒旅程的一部分，是自然的。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，就会看到自己什么时候又陷入固执中了。在某个时刻，我们心中有个部分会意识到觉醒是不完整的。我能记得我几年前处在观者位置上的情形，刚开始这种感觉非常美妙和深刻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我开始听到这个直觉，他对我说，这并不是觉醒的全部，这不是真正的一体之境。观者虽然超越了我所认为的那个我，但观者与观察对象不同，这个幻觉依然存在。觉醒之旅的下一个阶段就是瓦解观者的位置。一旦我们看到，如果观察与观者不同，就意味着心灵中还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分裂，那么观者的位置就开始瓦解了。让自己看到这种内在的分裂，是瓦解超然观者身份的开始。你会看到自我成分正在把观者的位置当成一种逃避手段，不让生活触碰自己，不以亲密的方式面对生活。看清幻觉是化解幻觉最重要的因素，但不要误会，仅仅因为别人的解释才看到自己身上的固着是不够的，让别人指出你的问题是不够的，你必须亲自发现。你需要安静的坐下来，深入思考，不要仅仅因为我说他们是真的你就信，我们全都得亲自在自己身上发现。这些教导事实上只是在邀请你更深入、更诚实的审视自己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真相就是我们全都是单独的，我们必须亲自探索，没有人能替我们做这个功课，没有人会把手放在你的头上，一劳永逸的把你唤醒。觉醒不是这样发生的，我们越早摆脱这个幻觉越好。当我们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时，完全的觉醒就会到来。我们必须承担起审视自己的责任，发现我们其实有能力以超乎想象的深度来审视自己。只要我们还依赖别人或某个外在权威，就不太可能发现这个能力。我只是提供给你一些提示和线索，去质疑那些你已经信以为真的答案。老师的真正职责是质疑学生们的答案，而不是给出自己的答案。大多数来找我的人已经认为自己知道一些事情，我的工作是质疑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，把他们带回到他们自己那里。通过深入的审视自己，我们开始找到摆脱死胡同的方法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会有别的事情开始发生。当我们的自我不再顾着，不再试图变成一个开悟的自我，不再根据实相得出虚假结论时，就会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面前。当这些迷惑由于我们的探索和观察而开始消亡时，灵性生活就会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。这是一个完全不受自我幻觉左右的领域，这是一个不断敞开、不断深入一起真实本性的过程。这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召唤，是灵性在展现自己的本性。